见一个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蓝布衫啊，腰系着这个白布带啊，头上别这个木头丝啊，脚下蹬这个花布线啊，手蹦上是罗三线啊，一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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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啊，要落在竹篮里呀。郭德纲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从相声到京剧到评剧，再到如今的山东二黄，无论什么样的传统曲艺，郭老师都能给我们展示出来。哪怕是录个综艺节目，郭老师在没开嗓的情况下，都能把《狸猫换太子》唱得满堂喝彩。一来是鬼神了禅，二来是天虎有皇家的硬汉，好意思当今人，头拳太子多慷慨，别溜溜偏偏飞将了射出来。不愧是德云社的班主，对于这些传统曲艺，郭老师不能说是样样精通吧，至少他都能张嘴就来。毕竟早期还没创办德云社的时候，郭老师为了生计可是跟着小剧团下乡演出过。要知道能下乡演出的演员都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毕竟在台上要是唱得不好，台下的戏迷们可是真的敢往下撵人。不过要说郭老师最爱的除了相声外，那必须得算是京剧了。毕竟由郭老师创办的麒麟剧社可是不靠任何补贴还能盈利的京剧团体。作为一名民间艺人，郭老师不仅把相声带火，还能分出精力宣传我们的国粹。虽说刚开始麒麟剧社月月赔钱，但至少让部分京剧演员有舞台去唱戏，再加上麒麟剧社演员们的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京剧这门国粹才能重焕光彩。不过郭老师擅长的不只是京剧，和天津评剧院院长曾少娟合作的打鼓劝夫也是没少给我们带来欢乐。你以为你是郭德纲？你笑什么？不听我嚷！你刚给孩子涂完尿介子，你捂嘴你啊！谁能想到啊，端庄大半辈子的大青衣，愣是让相声演员郭德纲给逗笑。虽说在台上两人合作的比较欢乐，可后来接受采访的曾院长才说出了对郭德纲的感谢。因为戏曲大环境不好，评剧这门传统艺术很多年都没有过商演，去年第一次大型商演还能如此成功，一是少不了郭德纲的影响力，二是各位评剧演员的实力和观众的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老师也算是变相的把评剧带火。当然了，郭老师不仅是会评剧，早前在综艺舞台上唱二人转的郭老师也是没少给我们带来惊喜。说不假呀，墙外大光杆儿啊，江面碰得来的缺心肉苕杆儿。在唱这方面还有郭老师不会的吗？只有你想不到的曲种，没有郭老师不会唱的传统戏曲。毕竟能和小型图书馆没差别的书房，可不是白收集那么多古书的。不仅是唱的范围广，对于戏曲的舞台形体，郭老师也是用实力征服我们。这天下风景千万般，值得给予一眼桃花幸自然，情窦水可汗，不必再说近就远，就在他。毫不犹豫的飞贵和僵尸堂就足以证明郭老师对戏曲有多热爱。虽说在戏曲这条道路上，郭老师被不少人质疑和误解，但始终保持初心的郭老师，却凭着一腔热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个身高多少？我180，可能我根儿比较高吧。我的个天哪哈，这个好找男朋友。您敢追吗？我怕追不上，我腿短。郭老师情商到底能有多高？随便一句接话茬就能给足嘉宾面子，还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顺便还能把现场欢乐的氛围调动起来。郭老师不愧是德云班主，这嘴皮子上的功夫是真的厉害，哪怕是遇见小品界的王者，也能4两拨千斤的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问的特别巧妙。唐诗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就是人老奸马老滑。那么观众，你们觉得好，你们就鼓鼓掌吧。赵本山老师一开口，坐在一旁的郭老师就知道赵老师提出的问题是个坑。作为晚辈的郭德纲哪有资格去评价前辈呢？所以才把话题抛向观众。可就是情商再高的老郭和赵本山老师同台时，也有招架不住的时候。我觉得我老在那儿站了，你就很难上去啊！我去了是说相声都没犯，小品没事啊。不对呀，咋的？他都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好吧，我先乐一年，明年你再接着乐。不愧是语言界的大佬，赵本山和郭德纲同台时，没300个心眼子是真的听不懂他们的对话。不过赵老师还是支持郭德纲的，要不然就不会高情商的说出这句话来。就有一次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口不择拦吧，就让人不高兴了。本山老师就劝我，你不能这样，你这稳重，你这大方一点啊。你今年多大呀？我说我30几啊，要是我30多早打上他了。谁又不曾年轻气盛过呢？无论是赵本山还是郭德纲，也都因为年轻气盛吃过亏，所以作为过来人的赵老师才会对后辈指点1、2。而一向聪明的郭德纲又怎么会不懂前辈的用心呢？您觉得德云班主郭德纲的实力怎么样？评论区里告诉我吧。今天又是期待9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